嗨，大家好，武汉今天下雨啦。大家知道吗？我最怕下雨，为什么？只要一下雨，我就担心我们家房子漏不漏水。我们家房子，先是那边楼顶漏，是吧？然后今年发展到这边墙角也漏了，给大家看看。漏水啊！这么一长块都是漏的痕迹，然后还有之前这边这个挡住了，这个玩意挡住了，这个这么一长条裂开的，也是去年漏水，还是前年还是去年？然后现在下雨了。那下面的墙都裂了，外墙质量太差了。我们的房子做了20年，一个房子是70年产权，20年就已经就是破相了。我们房屋漏水情况不是我们家，我看小区的那个群里面很多，包括后面修的几期吧，后面修的也都存在外墙面漏水。因为我们的楼上啊是别人家的阳台，你肯定会说你是去找物业呀，你去找物业啊，是吧？找楼上啊，找楼上，没那么简单。这块是楼上的阳台，那阳台呢是属于公摊面积啊。他们楼上的业主呢认为这一块应该是属于找那个叫物业来管的，物业呢他也不推脱啊，他也认为这块的确实不是他房内的一个面积，虽然我们这个房是房内，他楼上楼下那个结构不一样，但是呢这就需要动用房屋维修基金。但是房屋维修基金你知道取出来有多难吗？就是我们每次买房，我记得我们这个房是当时按照总价的2%去交房屋中维修基金，每家每户必须得交啊，你不交你就住不进来。有这么多几百户是吧？存在一个账户里面，这个账户里面呢，它是由第三方，类似于像那种叫什么房产公司，他们把这个小区所有钱集中管理起来。如果房屋时间长了后需要修缮呢，就由物业牵头，包括业主委员会这2个部门，当然要同意哈，要动用这个维修基金嘛，这个钱是用一个少一个。比如说这12户，必须每个人签字达到2/3的同意动用这个维修基金，这个钱才拿得出来。但是像比如说房屋漏水，就我一家，还包括楼上一家，好吧，叫2家，再加隔壁如果也有漏水的话就4家，但实际上有12家，所以其他的不同意跟他们没关系，他们也认为不想让你去花这个钱，他们就不同意，所以这个钱就很难拿出来，所以就存在房屋漏水这么多年就一直就没有修，就一直拖到现在，知道吧？这个不是重点，这个我在之前几年前那个视频里面也都说过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在中国呀，这个房屋这个东西啊，又有一些新名词。现在又出来一个名词，叫房屋养老金。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打工什么，你必须要交养老金是吧？到退休还有退休金。现在又有了房屋养老金，还有房屋体检，还有房屋保险，这3个一个税吧。是8月份初的时候上海推出的，说他们准备在浦东开始试运行吧。
因为现在房屋都像我们家情况一样了，我们家其实应该属于我们这一块武汉市吧，第一批也不算，就前一批的那种商品房，现在经过20年以后也趋于老房。在我们买房之前，还有一些很多老房，还有一些之前的那些什么企业分房啊，还有一些经济适用住房啊，这类似在商品房推广之前，他们房子年限可能要更长，有可能还有40多年的，还有70、80年建的房子，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刚才所说的叫房屋维修基金啊。而房屋维修基金啊，再说一下，我怕很多人不知道，因为确实很麻烦。中国人呢要不停的学习，知道吧？我们交的维修基金2%嘛，总房价的2%，只能够定向维修我们小区的房子啊，你不管别人。而别的房子里面它没有维修基金，那怎么办呢？那只能靠政府。那政府哪有那么多钱管你呢？对不对？不可能。以后像原来那种老房子、老破旧，就存在一个要拆迁啊、改造啊。你运气好碰到了改造啊，就给你拆的话给你一定钱，你拿着钱再去买现成的商品房，那个之间还是有差价的，你还是需要拿出几百万去买的。但是有钱的人还觉得可以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嘛。如果没钱的人，那就压力很大了，那就只能够比如说大房子变成小房子当然原来的旧房都是比较小的，要么呢你就搬离你住了很多年的一个地区，搬到比如周边偏远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是现在也都政府也没什么钱了嘛，就开始也说了，从去年还是前年就开始说了，现在减少拆迁，就是旧房改造。那房子出现了质量问题，那还是得修啊，怎么对不对？然后之前还说房子要促进新房买卖啊，现在房子大家也都不买，房价也在跌，确实在跌。我们这个房子啊，之前能够卖2万多的，现在只能卖9000。我们这个房子当时买的时候是3000一平，就已经快跌到我们20年前买的那个价了。如果再跌的话，就真的就是房子不值钱了吧，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呢，你说卖吧，我一直在说想改造新住房嘛，我家房子2套，老人家他们都没有电梯，也一直想把旧房卖掉，然后换电梯房。当时一考虑到卖不掉，当时旧房改造的那个事儿不让贷款，买旧房不让贷款，也就是说也是鼓励大家去买新房，二手房就很难卖出去。所以就一直斜着，然后房价一跌，越低越低。这个房价就是这样子，你越低啊，就越没人买，只会买涨不买跌的，这是人性，对吧？我一直认为我这个房子呢，凑合住一住吧，能爬就爬。虽然我也不是认为武汉是一个非常好的栖身之地，不太夏天热，冬天冷。我一直在说，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去寻找一个，比如说物价比较低，然后气候也比较好的养老啊，或者是栖身之地啊，这种以后的生活在那儿。但是这块应该不会再怎么去折腾了，再怎么武汉这里起码有个窝嘛，你到这来以后老了动不了了，是吧？反正房贷也没什么钱，昨天还说了，幸亏买房买得早，没有房贷压力。房子反正还完了嘛，每年交一下物业费，也不多是吧？其实也就够了。然后当时听说再往后可能还要推一个房产税，一直没推出来，好吧？房产税没推出来，现在也推出一个叫房屋保险养老，对，房屋养老。好不容易把贷款了多少年以后把房贷给供完了，你现在还要供房屋养老你要替房子买养老。我听到这个词真的是新词啊。房屋体检就是说针对20年以上的房子，国家它会定期，比如1年1次或2年1次定期给您的房子做一个评测或者做个检查，就是这个叫体检费。然后还有一个养老费，
就是说你房子老了，像我们的房子什么漏水啊这种情况呢，是不是就他们能够出这笔钱来国家给我们去修房子？当然具体政策没出来啊，我们不太清楚。我在想这个问题，考虑这个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养老金，我们人也一样的，我们养老金那还有个退休年龄啊，就是我干到多少岁我就可以不用交了，然后养老金呢还能够拿到回头钱，我每年交，我到某个年限我还能拿到回头钱。这个房子我看了一下，好像就要一直交下去，因为你房子是越用就会越破，又修补补情况就会越来越多。这个钱要不停的交，就跟老人买那个医疗保险一样的。年轻的医疗保险买的可能会很便宜，你上了60岁，上了70岁，你的医疗保险你肯定就会更贵，甚至有的保险公司不会给高龄的老人去购买这个医疗保险，对吧？大家都知道，房子其实也是一样的。你交了这个险，这个钱你到底用在哪儿啊？这个钱啊是这样子的，我们之前交的，我们叫维修基金，我说了是定向的，我听相关这个住建委那领导啊，他说了，之前的这个基金呢是属于一个个户，而现在要搞的这个房屋养老金是叫一个公户啊，就跟叫什么一个大池子一个小池子，这个小池是修你的，那个大池是修大家的，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啊？我感觉是这么回事，要不然的话组成这样一个房屋养老金是干什么呢？那房屋保险又是干嘛的嘞？相当于要交3笔钱，要三笔钱，这个具体项目怎么交还不知道，是从上海交的，上海那边的消息我不太确定能够找到，有人是在说按电梯房楼层来区分，多少层楼以下不是电梯的60块钱一平，有电梯房的是1200一平，一个房间有100平吧，包括建筑面积啊，包括里面还有公摊面积啊，也就是6000块钱喽，一年下来又要增加老房子的一个拥有成本、维护成本，是吧？要多这笔钱，而且我还要考虑一个问题，这笔钱进去以后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拿出来？就像现在的，我们之前有交啊，刚才说了维修基金，但是问题是其他的住户不同意，我也拿不出来呀，也不能够针对我们家这种情况，我有交钱，但是没有得到妥善的维修和善后啊。大家所有的钱继续交到公户里面，公户的钱就可以去修缮那些之前老房子没有交维修基金的那些老房子里面了。我感觉又是这种套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中国刚刚开始有了那个电话机，每家每户都要申报电话，你要交一个安装费，最贵的8000多吧，当时嫌贵，后来我们等了1年还是2年，就开始每家每户交3000，我们当时是交了3000块钱。当时为什么交那么钱？那个叫出装费，是叫那个电信局里面他们买一个交换机，这个交换机打比方1000万啊，1000万这个钱由那些用户啊，就是你要用电话对吧？那你每家每户就要分摊啊，摊派啊这个电信局里面的那个交换机的费用，投资的这些费用，最后我感觉那个电信局1分钱没花，又是我们老百姓买单。我感觉这个有点像，就真的像老一辈那种，不是有人比如说要结婚了啊，那叫什么话我突然想不起来了，这身边的朋友一起，一个人出10块、100块、50块，然后这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突然叫凑份子还是叫什么？我突然忘了。我相信我频道里面有很多老的观众，你们应该知道，就是60年代70年代那个时候应该有这种一个叫什么词啊？我就是2个字。我感觉现在这个
说的房屋养老金这样一个政策，我感觉也有的是这样的。如果由国家来背，他背不动，那干脆就老百姓每个人出一份力啊，搞个这种公共池子。那公共池子里面呢，就可以去维修和维护这些老房子。还是首先要肯定，我们国家出的任何一个政策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它都是为老百姓好的，这一点初衷肯定是没问题的啊，绝对是没问题的。你们不要觉得只是上海推出啊，是从上海开始携22个城市，就含上海啊，另外还有21个城市都要推行的。我算了一下啊，北上广深这就去了4个，然后新一线城市就有15个，是吧？什么成都啊、重庆啊、武汉啊、郑州啊、苏州啊，是吧？还有3个城市，估计就是2线城市里面了，我不知道会是哪个。同时，明年就要开始运行，如果运行的好，然后全国推广。你看有些2线城市、3线城市，那基本上全都是老房子，都是小面积老房子，这可能也是促进去旧换新的一个手段。所以挺难的，想供完房子在这房子养个老啊，看来也很难。税呀，这就是税呀，房产税还没来呢，这又来一个养老税，房屋养老税、房屋体检税、房屋保险税，拭目以待吧。唉。